Hello Hello，欢迎回到3分钟热度塔罗，我是佐助，欢迎大家。我是晶晶，大家好呀。大家好，那今天我们要录的话题呢，也是来自一次直播的投稿。问题是，我和他已经彻底断联了吗？我们之后还会继续纠缠吗？那这边已经选好了3组，分别是第一组、第二组、第3组。那大家就默念这个问题，然后选择你最有感应的一组，我们后面见吧。Hello Hello，欢迎选择第一组的小伙伴们，你们选到的参照牌卡是这一张。然后这边已经帮你们抽好了3张塔罗牌，分别是权杖10的逆位、权杖5以及宝剑国王的逆位。那我先忍不住分享一下我的爆言吧。结论是你们肯定还是会纠缠的。然后为什么会纠缠呢？我觉得两个人就是我们这个问题前半段是说你们其实应该已经决定切断联系了这个样子，但为什么以后还会纠缠？或者是说为什么现在要切断联系？是因为其中一方或者两方，或者是你们的关系确实是压力已经来到了一个顶点了，没有办法了，撑不住了。那为什么还是会联系呢？就之后为什么还是会继续纠缠呢？是当你们两个人或者其中一方卸掉了很大的包袱之后，你们的关系或者是人又变得轻盈了起来。然后当你们的人变得轻盈起来的时候，你们的视线又比较明朗了，好像似乎又能给这段关系找到一个所谓的方向。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边有一个宝剑国王的逆位，我会觉得其实真的跟其中一方有关系。我甚至会觉得你们的断联应该是其中一方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提出来的。但是你们的继续纠缠也是跟这个人有关系，就这个人可能后来觉得是说，他的标准可以再放一放这个样子。那当他决定放下一些标准，或者是说他有一阵子可能真的就是，思想上没有那么的所谓的残酷也好，或者是怎样也好，就之前可能另一方觉得他的这个标准可能是有点严苛的，那他可能后来觉得是说自己的标准可以稍微下调一些或者调整一些怎样之类的。那基于这两个因素之后呢，我觉得你们两个就是还是会纠缠的，但这个纠缠呢，就是它不是那种就是一整个 refresh， 它还是那种，我觉得纠缠这个词就很好，就是一种纠缠，就没有说还有一个很清晰的方向怎么样之类的。就还是那种，就像这个权杖5这个纠缠的感觉，有点像大混战的感觉，就是咱也不知道具体的出口到底在哪里，但咱就先混乱的纠缠着，先拉扯着这个样子，对，所以我会觉得是说，哪怕你们就是整个人轻盈了一些，卸掉了一些包袱，放下了一些标准。然后，但是再继续纠缠的时候，其实还是蛮辛苦的啊！我就很直接的说了，就是蛮辛苦的，因为这个权杖5，就觉得你可以看到，他甚至是很多人在打架这个样子，要么就是有一方的思想自己在做很大的斗争，就是会很摇摆，到底是要继续还是不要继续，然后或者甚至是说你们可能不是1对1的关系，那可能还是有这种多方能量的这种纠缠，然后你也被卷入其中这个样子，对，所以这是我看到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故事吧，就是感觉还是有很大的几率会继续纠缠的，那这边就是我想要分享的了，我们听听晶晶老师的想法吧。好的呀。我其实的想法跟佐助老师是一样的，纠缠是肯定还会继续纠缠的。然后以及刚刚佐助老师说到，就是看不到出路，很混乱，我就觉得啊，很像这个指示物哎，就是我们的这个方盒子，就是好像你说是进去也是出来，但是他又看不到一个明确的道路。的确是这个样子的，而且我觉得你们可能现在就是在纠缠，然后觉得啊，好不容易不能这样纠缠，我们要断联，我们要脑子清楚一点，我们要就是理性一点。但是接下来呢，这个理性还是溃败了，就是大家可能扛不住，想要联系或者还是想要，比如说见面或者有继续下去的这个压力呢，大家就是都有这样的一个心情，然后咱们的感性呢又战胜了理性，所以就肯定是还会继续纠缠下去的。而且的确，权杖5这张牌，除了刚刚佐助老师说的混战然后纠缠之外，我觉得你们俩之间可能也有一种怎么说，就是要争个高低输赢的感觉。
就可能你们之所以找不到路呢，有可能你们两个都有各自的一条路，就是关于这个关系应该怎么去解决，或者这个关系应该怎么继续往前发展，都有各自的解决办法。但是呢，你们俩的解决的方式可能不太一样，或者是说没有达成一致，所以就导致了大家会有一点，还先要为我们的关系到底该怎么走，怎么走下去而就是争一个怎么说呢，掌控权吧。我觉得在这张权杖五的牌里面，你们可能两个人都希望对方听自己的，然后听自己的方法，听自己的解决办法，然后听自己把握这个关系的走向。然后结果你们都想要这样的情况下，那这个关系可能就有一点在原地踏步了。我觉得如果大家想要跳出这种模式，不只是纠缠，而是好好的发展的话，可能得去回看一下两个人的相处，包括各自的想法能不能，比如说劲儿往一处使，而不是两个人，在原地互相拉扯这个样子。这可能是我的一点小小的补充吧。好呀，我刚刚在最后多一个小补充，就是关于这张宝剑国王吧。就是如果你们是现实中还有联系的话，那种联系，比如说是那种可联系，也可以不联系的那种，那我觉得可能会有人利用职务之便或者怎样之类的去重新取得联系这个样子，所以就是用这样的小手段，然后继续纠缠下去。一个小小的补充。好，那我们第一组牌就分享到这里了，希望能给第一组的小伙伴们一点启发。我们下个话题再见，拜拜。拜拜。Hello，欢迎选择第二组的小伙伴们，你们选到的参照牌卡是这一张，然后这边已经帮你们抽好了3张塔罗牌，分别是星币9，然后太阳的逆位，还有张隐士的正位。那我先来讲一下我的想法吧。因为我觉得就是整个画面的能量流很有趣。我们看星币9和隐士两个人好像都是那种很独立，然后很有自己的精神世界的人，就是两个人如果作为一个个体的话，本身相对来讲就是一个很完整的人了，他不需要另一半，或者是不需要太多的和外界的世界交互的这样一个很独立的个体。但是当你们看能量流的时候，会发现这2张牌的脸其实都在往中间走的，而中间又是什么？又是一张世界的逆位。所以我会有一个故事是这个样子，就两个人可能看上去在他人眼里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人，然后两个人看上去在外人眼里也同样的都是各有各自的魅力，然后比如其中一方是那种很学识渊博的，很有钻研精神的，然后在走科研道路，或者是说甚至在搞玄学研究或者怎么样之类的，就是他有自己的事情做，而且是那种很偏向精神向的，很智慧的，甚至说就是在考研学习这样之类的。那另一方呢，可能是那种平时吃吃喝喝玩玩乐乐，然后很享受自己的生活，在外人眼里可能觉得，这两个人其实也不怎么搭嘎呀。但其实在太阳照不到的一些隐秘的角落，两个人其实是还会继续纠缠的。而且我所谓的太阳照不到这个角落，是那种非常隐秘的空间，真的是不足为外人道也的这个样子。甚至是说你们两个人在同一个团体里吧，比如说同事聚餐在开派对，然后在外人眼里可能看不出来你们俩有什么，就觉得你们两个只是普通的同事，点头之交而已。但实际上只有你们两个自己知道，就是整个大的环境里，你们两个人又独创了一个小环境给彼此，然后你们在这个小环境里眼神之间的交流，然后甚至是几句简单的就是对话，那个之间它都是有这种电光火石在的。所以回到我们的问题，就是哪怕你们断联了，有各自的生活了，我觉得你们还是会有纠缠的，而且这种纠缠是外人看不到的，但你们甚至是说都没有太落地的那种，比如说要一起出去聚餐吃饭，或者是一起玩或者约会，或者是哪儿发个消息之类的，甚至连这些都没有，但是可能就是那种不经意的相遇，或者说在一些隐秘的角落里，就是属于你们两个的自留地，然后你们还会在那个自留地里继续纠缠下去。对，我觉得这个还挺明显的。那这就是我的一个想法，我们听听晶晶老师的想法。好的，我其实认同佐助老师的想法，但是我可能会想讲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纠缠，可能是刚刚佐助老师说的那种嘛，
但我想说另外一种纠缠，我也认同是会有纠缠的，但这个纠缠它是不是一定是物理层面的呢？我觉得不一定，因为我会感觉星币九和隐士这两张牌，大家都不出门啊，就是也在自己的世界和空间里面，感觉活得好好的，有自己的事情在干啊，有自己的人生要过。但是那是怎么纠缠的呢？我说实话，我从这3张牌里面感觉到一种量子纠缠，或者是说，你说的再玄一点，是一种业力关系的纠缠。这种纠缠像是一种思想和思念，就是你会在生活里时不时的在不同的地方想起对方，那同时呢，从牌上来看，我觉得对方也会时不时的想起你。但我觉得更玄的一点是，你俩都知道。对方其实是会想起自己的，就是你俩会有一个莫名其妙的共同的认知或者是感受，就是对方不会忘了你。就像刚刚左周老师说的，你们可能会创造一个只有你们俩人在的空间。那我觉得从思维上来讲，这种感受也是你俩创造的一个只有你俩在的思维的空间。然后你们俩都挺笃定的，能够感知到这个思维的空间的存在。然后也在中间会有一些思绪上的量子的纠缠，这个东西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就咱们虽然经常说主观能动性很重要，但是我看这组牌我会觉得挺悬的一点就是，我会觉得这样的一个，不管你想不想想他，不管他想不想想你，会想。然后也知道对方会想，知道对方存在，知道对方对自己是特别的，自己对对方是特别的，这样的一个感知是会一直纠缠下去且存在的。这可能是我想要补充的这3张牌的一个看法。好呀，那我这边也没有更多的补充了。对，就不管是真的落到物理层面的那种纠缠，还是晶晶老师刚刚讲的有点夜里向的那种量子纠缠，我觉得就至少在你们的脑海里是没有办法淡忘彼此的，就是没有像这个参照牌卡一样就很决绝的说再见。我觉得还没有，还是会就是对有那么一段时间的在脑海中的拉扯吧。对，那第2组我们就解读到这里了，希望能给大家一点启发。那我们下个话题再见，拜拜。拜拜。Hello Hello，欢迎选择第3组的小伙伴们，你们选到的参照牌卡是这一张。然后这边已经帮你们抽好了3张塔罗牌，分别是吊人的逆位、圣杯9，还有一张宝剑7。那我们先请晶晶老师讲一下她的想法吧。好的。我刚刚跟左珠老师说这组牌我有一个爆言，它是什么呢？就是我突然看到了，其实主要是从吊人逆位这张牌和我突然看到了指示牌去出发的，因为我感觉吊人逆位加这张指示牌是你们找到了纠缠的秘诀，就是你们找到了继续纠缠下去的方法。我首先说一下结论哦，就是这组牌的关系有没有结束，会不会继续纠缠下去呢？我的整体看法是整体偏向没有结束，会继续纠缠下去。而且我觉得你们的确就是找到了继续纠缠下去的方法，有可能你们已经不在一起，或者是异地，或者是怎样，但是因为有宝剑七这张牌，你们还是会偷偷联系。然后甚至我觉得这个联系的方式和渠道，比如说你们一些微信啊，或者别的聊天软件可能都删了，但是你们可能通过一些别的东西，比如说什么支付宝啊、小红书啊、抖音啊等等别的一些平台，然后进行一些私信的聊天，然后进行这个交流。因为宝剑七就是有一种另辟蹊径嘛，然后也是一种就是比较暗面的、偷偷的。但是因为吊人的逆位，你们的确是找到了这个方法和渠道。然后中间这张圣杯9呢，其实我自己对这张牌是稍微有点犹豫的，因为它其实会有一点就是自己享乐、自己享受。但是如果我觉得放到2人关系里面来看，我觉得你们2个人的关系和感情应该是会进入到一个比较饱满、比较流动，然后双方都会觉得挺舒服的一个状态。就是通过不断的这种交流，或者是说
大家对于这段关系的看法有了一个新的看法之后，你们俩的感情会重新的流动和丰盛起来。就可能比如说你们之前会都纠结于一定要怎么样，或者是纠结于我们这儿就不以后不可能再有结果啦，我们也不会见面啦，我们也联系不了啦，那就到这儿吧。但可能你们转变了这个思路之后，你们会用另外一种眼光去看待对方，去看待你们俩的关系，或者是去看待你们曾经的一些经历。当这个思维转变之后呢，你们就能够重新的心平气和的，然后找到新的渠道去偷偷联系。因为我觉得宝剑七这张牌就是我的爆言，除了就是说你们俩会就是找到新的渠道之外，我觉得你俩我说实话还是会有一点各怀鬼胎的去联系。它并不是说完完全全的好，我们现在就是好朋友了回到朋友的姿态，对对方毫无就是两性关系或者是亲密关系的这种想法。我觉得不是，你们中至少有一方或者是双方都抱着这样的一种期待，或者非常隐秘的期待，所以叫各怀鬼胎嘛的去联系。但是表面上还是可能会跟感情会比较没有之前那么激烈，然后双方也会觉得更舒服一些。这可能是我的一个看法吧。好的，好的。我的想法大致跟金老师其实差不多，但是我可能不会用双方继续纠缠这个词，我觉得更像是，有一方在偷偷的去，那个词叫什么来着？在世间对方，会有这个感觉，或者说你们两个都在互相世间对方，但是可能没有真正的落地到有那个真正的那种。比如说约出去见面，或者是频繁的发消息怎样之类的。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首先起白是一个吊人的逆位，那我会觉得你们的断联其实某种程度上对你们两个人都是一种解脱来着。就是我甚至会觉得有一方觉得松了一口气的感觉，可能之前在这段关系里确实是有一点消耗，甚至是一方觉得自己一直在做牺牲这个样子，或者两个人可能都觉得自己在做牺牲。对，总之这个关系走到现在这个地步，就是我们这个问题的前半句嘛，断联的话，我会觉得其实某种意义上对你们两方都是一件好事来着，然后以及接下来是一个圣杯九嘛，那圣杯九我会觉得，有两点吧，第一点是说可能你们其中一方或者两个人都是说。就把这个关系当成一个美好的回忆，把它放在自己的橱窗里，比如说写进日记本里怎么样之类的，然后有事没事的时候翻出来看一看这个样子。但是整个人的心态其实没有是说一定要追求一个圣杯10的那种完美，而是说，我拥有这段经历其实就已经蛮美好的了，就让这个美好的经历成为我的回忆就好了。对，所以它为什么是9个杯子这样一个姿态？但其实呢，这是他对外人讲的故事。他自己内在呢，我们可以看到他身后是有一个帷幕在的嘛。那这个隐藏在帷幕的背后，会觉得是说，他其实也有一些，比如说不甘心或者怎样之类的想法，但是他不想对外界展现出来。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前面讲到会有一个人去偷偷视奸另一方，就是这个这个宝剑七这张牌，它的这种偷感确实蛮强的嘛，确实是有人或者你们两方可能都有点不甘心，就哪怕知道其实这种断联这种解脱是好的，但是因为心里的一点不甘心，所以就导致走上了这个宝剑七的这个道路。我觉得刚刚金金老师举那个例子蛮有意思，就是可能你们不是用微信啊之类的这种就是专门就是交流的平台，而是另辟蹊径找到了一些可能大家是用来娱乐，但是你们却用它，比如说甚至网易云，对吧？然后去看对方最近在听什么歌之类的。我觉得是这种纠缠是更多的是一种关注吧，对，就是偷偷的关注这种感觉，我是这样的感觉，对，所以就是很难定义这个纠缠。你说物理意义上的断联，心态上还没有完全断联，然后还在牵挂着另一方，这到底算不算纠缠呢？我觉得还是算的吧，还是算在纠缠。我觉得这个纠缠就有点像，只要你一直没有真正的放下来，
你的心里在牵挂另一个人，那这个纠缠就是存在的，就你总能找到你自己的路径去和另一个人继续纠缠下去。对，那这就是我看到的第3组的信息了。晶晶老师还有补充吗？我没有别的补充了。好的，好的，那我们第3组就解到这里了，希望给大家一点启发。我们下个话题再见，拜拜。拜拜。